我掏空血汗钱给儿子买房，大年30，又伺候他们做了一桌山珍海味。可我亲生儿子却嫌我油烟味丢人，给我一碗碎骨头，让我滚去楼道吃。看着儿媳给狗喂鲍鱼，看着儿子对岳父母讨好，我终于明白，我养出了一群白眼狼。既然这个家没我一口饭吃，那这年夜饭谁也别吃了。来，哎，菜上齐了。姐，什么味儿啊？呛死我了！爸，你身上油烟味脏死了，我弟闻了犯恶心，你去楼道里吃吧。是啊，我儿子肠胃鼻气，闻这一身臭味儿啊，会吐。爸，委屈你去楼道吃吧，别坏了大家过年的兴致。宝宝吃鲍鱼真乖。姐，这螃蟹壳也太硬了，没法剥啊。拿这个砸。我的刀，那是我的传家刀啊！爸，你大惊小怪干什么？下着成语了。大惊小怪，这是我师父传的命根子。这套300多万的房子，是我靠这把刀在后厨站了30年切出来的首付。爸，你非要在大年30翻这些陈芝麻烂谷子旧账吗？一把生锈的破刀赚过几个钱就当传家宝了？坏了就坏了，明天我花钱给你买把新的就是了。就是一套首付而已，搞得好像你多大功劳一样。旧账，我掏空养老金给你们买房，包揽所有家务。现在你们吃着山珍海味，却嫌我一身油烟味儿，让我去楼道吃狗都不吃的剩饭。爸，你吃我们的住我们的，算这些有意思吗？把破刀收拾掉，赶紧出去。陆涛，我不是你亲爸吗？亲爸，我爸妈是金融高管，社会精英，你个炒菜的臭厨子也得上桌和他们吃饭。爸，摇摇话糙理不糙，圈子不同，你硬挤上桌，大家都不自在。出去吧，算我求你了。一群白眼狼，你们不配吃我烧的菜！一群白眼狼，你们不配吃我烧的菜！我的高地大义，这可是香奈儿的，全毁了！你个老疯子！我爸妈身上这套衣服，把你卖了都赔不起。妈，对不起对不起，您二老千万别生气，衣服我赔，我全赔。爸，你是不是疯了？你知道岳母这身衣服多少钱吗？把你那点棺材本全拿出来都不够赔的，立刻给他们道歉。这就是我断送前途、一把屎一把尿拉扯大的亲儿子。20年前，我是名震京圈的绝代厨神，权贵富豪豪支千万，只求我做一碗炒饭。可爱人难产离世，为了让儿子安稳长大，我撕了国宴的聘书，封刀退隐。后来，为了让他在城里扎根，我卖了老宅给他凑首付，搬到城里给他们当免费保姆。到头来却只能蜷缩在这连窗户都没有的过道里。我以为倾尽所有能换来安享晚年，没想到连做人最基本的尊重都换不来。还愣着干什么，陆大山？你今天不给我爸妈一个交代，就别想再踏进这个家门。爸，你不要胡闹了，你都这把年纪了，出去打零工都没人要，离了我们家，你是想露宿街头吗？陆涛，让他滚！有本事走，就永远别回来！露宿街头，陆涛，你真以为你老子是个只会擦地做饭的废物？
我当年能为了你放下这把刀，甘愿当个卑微的保姆，今天我也能重新拿起这把刀，拿回属于我的一切。你少在这吹牛！从踏出这扇门起，你我父子恩断义绝，你们最好睁大狗眼看着我陆大山是怎么重回巅峰的，也最好祈祷未来别有跪在地上哭着求我给你们做一顿饭的那天。住店呐，单人间51晚，押金100啊。大妹子，我出门急，身上就这么多了，您看能不能通融通融？我给您后厨做顿饭，抵剩下的钱行吧？哎呀妈呀，大哥，你逗我玩呢？俺们小店小本生意哪稀罕你做饭啊？我没骗您，我真干过饭店，这是我的特级厨师证。妈，坏了，小丽又吐了。我花500多从城里米其林买的营养餐，她看了一眼就犯恶心，这可怎么办呀？怀着孩子，这都3天没下米了。啥？又吐了？这可愁死人了，饿坏了俺的大孙子，可咋办？孕妇孕吐最忌讳大鱼大肉的厚重油腻。大妹子，让我进后厨试试，10分钟，我保证她能吃下东西。行，大哥，你要是能让俺媳妇吃下一口饭，今晚房钱俺免了。我的妈呀，这味儿也太霸道了，我口水都止不住了。妈，啥东西这么香？我要吃，我饿得胃都抽抽了。太好喝了，肚子里暖洋洋的，一点都不犯恶心了。妈，我还能再吃3大碗米饭。哎呀，俺的老天爷呀，大哥，你这哪是做饭呢？你这是神仙下凡，救了俺们祖孙3代的命啊！大妹子，这是配方，这汤开胃安神，每天给孕妇喝1碗，保胎又开胃。别废话，拿着。大妹子，这就当房钱，用不了这么多。大哥，你有这么神的手艺，咋大年30连几10块的房钱都拿不出来呢？老家房子卖了，给儿子在城里买房，当了几年免费保姆。今天大年30被儿子儿媳赶出来了。哎呀，俺去他大爷的，这不是养了个白眼狼吗？大哥，别难受，亲儿子指望不上，俺们靠自己。你这手艺在俺这住小旅馆白瞎了，看见没？那边有个干了万把人的大工地。你拿这些钱去搞个3轮车，在工地门口摆个盒饭摊，绝对赚大钱，让他们后悔去。对，我才50岁，这辈子还没完，儿子靠不住，老子靠这双手，照样能活出个人样。哎呦喂，老板儿，你这味儿香是香得很哦。不过这年头5块钱连碗小面都吃不到，你这炒饭恁个便宜，怕不是用啥子地沟油、姜丝肉搞的哦？吃穿稀了算哪个的？大兄弟放心，我这手艺吃坏了肚子，我赔你医药费。去，5块钱买不了吃亏，买不了上当，真吃穿稀了，算老子肠胃不好。老板，给俺整一份。好。我操！啊，你个亲娘嘞！老板牛逼啊！光看这店上的绝活，这5块钱都值回票价喽！行不行？还得看味道。拉丝。我的个乖乖，太好吃喽！每一口都在嘴里头炸开花了。老子活了40几年，就没吃过这么霸门的炒饭。老板，再给俺整2份！工友们，快来抢啊！5块钱的神仙炒饭，不吃亏一辈子哟！太好了！给老子来1份！我要3份打包！搞快点！支付宝到账15元。老板，搞快点，给俺来3份！苏
总，这种路边摊全是灰尘，太脏了。您的胃病本来就严重，吃不得这些，还是去米其林餐厅吧。老板，给我来一份。苏总，您看看这周围油烟熏天，苍蝇乱飞，这卫生能达标吗？万一吃坏了肚子。师傅，麻烦给我来一碗。苏总，您不会真觉得一个路边摊炒饭的能是咱们要找的人吧？老总裁的遗嘱黑纸白字，集团继承权通过厨艺比拼来定。您堂哥哥请的可是江城5星级饭店的总厨，有机会进入国宴班数的全国有名的大人物啊！整个江城叫得上号的厨师，全被苏强打过招呼，没一个敢出面帮我们。就是死马当活马医，我也要试试。可这就是个炒饭摊子啊！死马当活马医，而且刚才隔着一条街我就闻到了香味，这股味道甚至比我当年吃过的港城厨神的皇帝炒饭还要香。怎么可能？港城厨神那份炒饭可是卖8万8，他这5块钱的破炒饭能比？您的炒饭趁热吃。苏总，我先替您尝尝。这也太好吃了！米粒在舌尖上跳舞，鸡蛋的鲜香完美住了水分，这火候简直是神作！这位师傅，我是苏氏集团总裁苏清言，求您做我的代表，参加下个月的家族厨艺大赛。只要您能赢，酬劳100万。100万！我的个老天爷！老子刚才花5块钱吃了100万大厨炒的饭，这牛逼老子会村里吹一辈子。100万足够我买顶级的食材，开一家属于自己的餐厅。苏总，比赛我接了，不过大家伙干了一天活，都在这儿饿着肚子排队呢，我得先把工友们的饭炒完。当然，我等您。周师傅，介绍一下，这位是陆师傅，将和您一起代表我们苏家参赛。苏总，您在跟我开玩笑吗？就凭这个一身油烟味的老头子也配跟我一起上场？他怕是连松灿和香菇都分不清吧？你的黄油入化温度高了5度，白啤酒醋加早了10秒。你胡说八道什么？酱汁的酸度直接把龙虾的甜味给下回去了。这道菜差了点回甘，落了下乘。你懂个屁！我可是法国蓝带厨艺学院毕业的特级主厨，我怎么可能出错？真的一点回甘都没有，全被酸味盖住了。陆师傅，没想到您连法餐都懂。Le beurre doit être émulsionné à exactement 65 degrés, sinon l'acidité masquera la douceur des fruits de mer. 书里写的是65度，但现在黄油的制作工艺已经改变，60度就够了。尽信书，不如去喂猪。你怎么可能会法语？没想到快30年了，这册子还在用。不过咱们做厨师的要与时俱进，时代变了，食材也变了，尽信书不如无书。大言不惭，这本书是法餐界的圣经，就应该完完全全按照上面来做，一步都不能差。这书当年就是由我参与编撰的。胡扯，荒谬！你以为胡说八道就能骗到我？信不信由你。这道菜你可以试试这么改。这怎么可能？这简直是神迹！苏总，您再试试味道。口感层次比之前丰富了10倍，柠檬的酸和薄荷的清爽完美中和了油腻，搭配着神乎其技的刀工，整道菜直接升华了。那又怎么样？味道是更好了，但改了配方就不是正宗的法餐。菜是做给人吃的，不是做给规矩看的。苏总，这厨房有他没我，有我没他，你自己选。好，很好，还愣着干什么？不干了，都跟我走！
苏总，那咱们就走着瞧。我倒要看看明天这糟老头怎么在全江城名流面前丢人现眼。等你把总裁的位置输了，就算跪着求我回来都没用。苏总，周明远把团队全带走了，把千亿集团的希望安在一个路边摊大叔身上，这太冒险了。周明远的团队虽然强，但想赢我堂哥，希望太渺茫。既然如此，不如放手一搏。我相信陆师傅。放心，比厨艺，我陆大山这辈子还没输过。各位，今天是决定苏氏餐饮集团继承权的巅峰厨艺对决。苏强先生邀请的是江城餐饮界的泰斗、5星总厨郑正中大师，而苏青妍小姐的代表是陆记工地炒饭摊摊主陆大山先生。工地炒饭摊，这是来搞笑的吧？苏青妍这是破罐子破摔弃权了吧？随便拉个路人来走过场。堂妹啊，堂妹，你找不到人就直说嘛，从街边拉一个炒饭的来凑数，是不是太寒碜了？陆师傅，顶级黑松露、228白鱼子酱、极品和牛，各种顶级食材我全给您准备好了，您尽管施展。把那些收走，碍事。什么？您不用高级食材，那您做什么？今天就做碗蛋炒饭。好香啊！不愧是5星总厨，这控火的架势绝了。那可是极品血宴啊！光闻这味儿我就流口水了。这道国宴大菜绝对赢定了。哎呦，你们快看那老头，连火都不开，搁那切葱花呢。他以为这是在工地摊煎饼啊！我看他是被郑师傅的阵仗吓破胆了，手脚都不知道往哪放了吧？就这破手艺也敢来争千亿集团的继承员，简直是滑天下之大稽。堂妹，听见没？你找的这个老头是不是吓傻了，连火都不敢开？陆师傅，正宗正做的是国宴级的芙蓉燕温汤，咱们是不是也整体名贵食材？光靠一碗蛋炒饭，在评委那儿太吃亏了。大道至简，对付他1碗蛋炒饭足够了。时间到，请2位大厨停止动作，呈上作品。今天我们有幸请到了省美食协会会长等2位泰斗级评委。这是我的菜品，国宴大菜芙蓉燕窝汤，用极品血燕配顶级高汤烹饪而成，请品鉴。极品，燕窝的爽滑与高汤的醇厚完美融合。郑师傅，这道菜已经达到了化境。我看这场比赛已经没有悬念，甚至没必要再比下去了。好啊，好啊！慢着，你们连盖子都没掀开，就说不用比了？掀开又怎样？一碗路边摊的破蛋炒饭，难道还能炒出花来不成？掀开看看。金包银，银包金，双龙盘旋，翠葱点睛，这难道是传说中已经失传了50年的宫廷至尊名菜双龙戏珠？障眼法，全都是花里胡哨的特效。菜是用来吃的，还得看味道。太好吃了，蛋黄的醇厚犹如烈日当空，蛋清的爽滑犹如皎月拂面。还有那颗葱花，简直是神来之笔，这股清香直冲天灵盖。老头子，我这辈子没吃过这么绝的炒饭。不用比了。我就说吧，一碗破炒饭怎么可能赢？苏青燕，你输了。我说不用比了，是说正宗更不用比了。跟这碗炒饭比起来，你这所谓的国宴燕窝汤才是真正的泔水，简直难以下咽。不可能，这不可能！结果出来了，苏青妍女士的代表陆大山以压倒性的优势获胜，苏青妍女士将正式出任苏氏餐饮集团总裁。陆师傅，谢谢你，谢谢你。苏总，请问您是从哪里请到像陆师傅这样神乎其技的高人的？真正的顶尖手艺，往往藏在最不起眼的市井之中。今天能赢，全靠陆师傅的绝顶厨艺。陆师傅，除了之前说的100万报酬，我以个人名义再追加300万，希望能邀请您担任集团的首席餐饮顾问。400万！天哪！陆师傅的手艺配得上这待遇。好，我答应你。
太好了！3天后，我们集团旗下的海龙鸠酒店有一场新研发菜品的评鉴会，期待您的到来。我一定到。哟，这不是咱们的亲家公吗？怎么在这儿碰上了？爸，你来这儿干什么？我看他呀是来后厨应聘刷碗工的吧？对对对，肯定是穷的饭都吃不吃，来打零工的。陆大山，你可别丢人现眼了，这可是5星级酒店，你连当洗碗工都不够格。你瞪什么瞪？赶紧走吧，等会儿保安来了，我们还得跟着你难堪。爸，你听到没有？还不赶紧出去！你非要存心在外面给我丢人是不是？闭上你们的臭嘴！老子是被邀请来的。邀请你？我说亲家，你知道这是什么地方吗？这是全市最顶级的5星级酒店。来这里的哪个不是有头有脸的人物？就凭你一个颠勺的，别在这装大尾巴狼了。你要是真想吃大餐也行啊，等我们吃完了，把剩菜剩饭给你打包回去，够你吃好几天了。爸，你闹够了没有？赶紧给我出去！别在这儿给我丢人现眼了！我丢谁的人了？你有什么资格教训老子？从你们把我赶出家门的那一刻起，我陆大山就没你这个儿子。我说老陆，你怎么这么野蛮呢？大庭广众之下竟然动手，你有意见吗？哼，我是来参加新菜品。别理他，他是我公公，脑子有病，就是个穷光蛋。你们赶紧叫保安把他轰出去。陆大山，我警告你，这可是苏氏集团的产业。人家新上任的苏清源苏总最讲规矩，你敢在他的地盘拿假卡招摇撞骗，信不信人家直接报警抓你，让你去局子里吃几年牢饭？我用不着招摇撞骗，因为就是苏清言请我来的。苏总请你，你是得妄想症了吧？你算个什么东西，连给苏总提鞋都不配。经理，你听见没？他连你们苏总的窑都敢造，还不赶紧让保安把他扔出去？等会儿惊动了高层，你们全得跟着倒霉。谁这么大威风，要让我的贵客滚出去？苏总，是你打掉了我亲自送出去的邀请函。苏总，您肯定搞错了吧？陆大山他就是个炒饭的老头子，怎么可能是您的贵客？苏总，我知道了，肯定是您请的别的客人。这老东西看到邀请函硬蹭进来的，他就是故意来捣乱的。对对对，苏总您不知道，他跟我女婿闹翻了，故意跑您这儿来报复，就是想让我女婿在公司抬不起头。这种人心肠歹毒啊，苏总，就想拉着我们全家一起倒霉。陆大山，你这个老东西，自己在外面混不下去，就想害我们全家是不是？爸，你闯大祸了，还不快给苏总道歉？你自己犯混就算了，别连累我们。我陆大山这辈子不撒谎，就是苏总亲自请我来的。你们要自欺欺人到什么时候？放屁！就凭你做梦呢！陆大师，刚才怎么回事？苏总，您千万别听他胡说，他是我公公，老年痴呆了，不知道怎么跑您这儿来冒充贵客，给您添麻烦了。是，苏总，老头子不懂事，我们没看住，现在就带他走，您千万别放心上。冒充？陆大山就是我亲自请来的贵客，哪个字是冒充的？反倒是你们几位，是谁给你们的胆子，在我的酒店对我的客人指着鼻子骂？陆大师，让您受委屈了，品鉴会马上开始，请跟我来。不可能，我不信。苏总，您千万不要被骗了，他就是个专门坑蒙拐骗的老东西，一肚子坏水。苏总，我爸都50了，一没能力，二没存款，这么多年就是在我们家白吃白住当保姆的，他能是您邀请的贵客？想想都不可能。爸，你到底用了什么手段忽悠苏总的？赶紧承认，跟苏总道歉。我没能力，我今天能站在这儿，是靠我自己的手艺挣来的。你有什么资格说你老子没本事？亲家公，就凭你那手艺，顶多在家给我们做3餐，也配让苏总亲自邀请？一辈子围着灶台转的人，站这儿大放厥词，也不嫌丢人。就是，
你那把宝贝菜刀不是被我一砸就崩了口子吗？就那破手艺还敢出来吹牛？看看你这副穷酸样，站在海兰阁都嫌脏眼睛，这身上的味儿都能把人熏死！我呸！你们够了！这是我们苏总亲自邀请的贵宾，你们凭什么在这撒野？一个穷的连住的地方都没有的老头子，能是什么贵宾？你们说老子穷？看看这是多少400万！万、10万、100万、400万！真是400万？不可能，绝对不可能！我每月就给你50零花钱，你哪来的400万？你是不是为了装阔借高利贷了？我告诉你，别想我家陆涛替你还1分钱！动动脑子，别说我这个年龄，你们全家一起去贷，能凑到这个数吗？老公，你爸真有400万？难道他瞒着我们一直藏着小金库？不可能，这不可能！几位这是没上过网吧？没刷到热搜？什么热搜？陆大师3天前一碗蛋炒饭，打败了5星饭店总厨郑东定，帮苏总夺得集团总裁位置，现在可是苏氏集团的首席餐饮顾问。姐夫，你爸现在发达了，他是你亲爸，他的钱不就是咱们家的钱吗？对啊，老公，他一个人留着400万有什么用？这钱就该咱们替他管。是这个理儿。亲家公再怎么生气，血缘关系断不了。赶紧的去认个错，把钱要回来，机会不等人。走，去找我爸。汤底调的不错，但你们用的越南白胡椒太辛辣，把老鸡和火腿的鲜味全压死了。换海南白胡椒，香气纯正，后味带干，能提鲜不抢味，还能中和胶质的厚重。给最亲的人做了20年饭，没换回一句好。今天随口说几句话，却被当宝贝记下来。人这一辈子，本事要落在懂的人眼里才算数。什么？赵林身为集团总厨，竟然不来品鉴会？怎么回事，苏总？陆大师，说出来不光彩。这个赵林是我们集团花重金一手培养的餐饮部总厨，这次新菜品研发也是他负责的。因为不满我当上总裁，竟然连品鉴会都不来了。他在集团培养亲信一家独大，不仅不服管，还在食材采购上虚报价格吃回扣，还动不动就撂脸子提条件，逼着苏总给他加待遇。集团把他从一个学徒一手带成总厨，他就这么回报我们？吃里扒外，还拿菜品研发和后厨当筹码威胁老板，这种人心不正。他不来就再也别来了。陆大师，您现在是顾问，不如再兼任集团总厨，年薪300万，另外给您1%的股份分红。好，我应了。苏总，外面有几个自称是陆大师家人的人在门口吵闹，非要进来见陆大师，阴魂不散，统统赶出去，一个都不许进。等拿到那400万，咱们先把老房子卖了，换套江景大平层。工作也辞了，咱们全家出国玩一圈。姐夫，我早看好一辆大奔了，咱们现在的身份，车可不能孬。好，以后咱们也是上流人啦！站住！品鉴会现场，闲杂人等不得入内。保安大哥，我们不是闲杂人，我们是陆大山的家人。对，陆大山是我亲爸。没有邀请函，谁的家人也不行。我们真是他家人，你打个电话问问就知道了。请立刻离开，否则我们要采取强制措施了。你们别动手，别动手啊！这个老东西一发财就不认家人了，这么大年纪了，怎么这么不要脸？白眼狼，没良心！我们都把瑶瑶嫁给他儿子了，竟然连400万都不给我们！老公，你说句话呀！他是我爸，他的钱就该是我的。放心，他跑得了和尚，跑不了庙。陆大山，出来！我知道你住这儿。人呢？怎么没人应声？姐，我看这老头是揣着400万出去花天酒地了吧？这么大年纪没见过这么多钱，还不得可着劲儿造？坏了，那可都是咱的钱啊！要是被他霍霍没了，简直是造孽！赶紧的，找人问问他去哪儿了。你们找谁呢？吵吵把火的。大娘，我们找陆大山，我是他儿子。哟，
你就是那位大年30把亲爹赶出家门的大孝子啊！俺可算是见着真人了。陆师傅多好的人啊！大过年的能把亲人逼成这样，果然是一群没良心的。前脚赶人走，人家发达了，知道屁颠梯凑上来了。你们是来找亲人呢，还是找钱呢？哼，媳妇儿，你这话说的，钱不就是他们的亲人吗？哼，你们怎么说话呢？关你们啥事儿？嘴巴放干净点。怎么着？要干诈是不？我这儿可有监控。儿子，报警。走！我爸他躲得了一时，我不信他躲得了一世。这400万必须到手。赵主厨，我心里不踏实。苏总找个老头当顾问，不会是查到咱们的事儿了吧？查到又怎样？咱们虚报食材价格的账，要是被翻出来，怕什么？我们在苏氏这么多年，餐饮部大半都是自己人，再加上攥着的那些配方和数据，是他随便找个人就能撼动的？哟，苏总大驾光临，什么风把您吹来了？赵林，我以苏氏集团总裁的身份宣布，从现在起，你不再是餐厨总负责人，所有工作交由陆大山全权负责。苏清言，你说什么？这是辞退通知，没有异议，现在就可以签字走人。你这是卸磨杀驴！我为这个集团卖了这么多年命，你说开就开。虚报食材价格，中饱私囊，拉帮结派搞一言堂，你以为我不知道？集团花那么多资源栽培你，你就这么报答？哈哈哈哈哈！那又怎样？我离得了你们，苏氏集团离得了我吗？集团的经营看的从来不是一个人的技术，是整个团队的班底。敢开我，就是刨了整个集团的根，没了我，你们等着倒闭吧！年轻人，别把自己看得太重了。哈哈哈哈哈！一个炒路边摊起家的老头子，也敢在我面前摆谱？苏清言，我早料到有这一天。实话告诉你吧，我的下家正是你堂哥苏强的公司。苏强虽然输了继承权，但是他自己的餐饮公司在外发展了这么多年，现在也是风头正兴啊。离下一次年度星级酒店的评比就只剩3天了，你离了我又拿什么准备？要是集团被摘星，看你这总裁还能不能坐得稳。各位，待在这里只能和这蠢女人和糟老头子守着个马上要倒闭的集团混吃等死，跟着我走，可以享受苏强总裁的高薪待遇和更好的前途。你们自己选。你们一群没良心的白眼狼！星级酒店的评比，我一定会赢你。赵林这个吃里扒外的东西，好不容易培养的班底，被他一下全带走了。光靠陆大师也独木难支啊，这可怎么办啊？只剩3天，不要慌，厨师班底我有的是人。陆大师，您说什么？喂，是我，来丽江酒店一趟。苏总裁，可以让散户全买咱们的股份了。接下来的餐饮年度评比，我们必赢。你这么有把握？他们那项餐厨设备，没人比我更了解。3天后，我保证让你们输的连渣都不剩。师傅，看到新闻我们就在等，终于等来您的电话了。师傅，这一天我们等了20多年。愣着干什么？还不快叫师爷！师爷好！陆大师，这几位都是您的徒弟。年轻时带过的几个小子，一晃这么多年了。等等，这位是食盐连锁餐厅的行政主厨王坤，我们集团联系了好久都没挖过来，陆师傅一个电话就过来了。还有上过电视、受过市长亲自表彰的陈江陈大厨和李想李大厨。苏总，这3位随便拎一个出来，都是江城餐饮界响当当的人物，他们全是陆大师的徒弟啊！不错，没给我丢脸。师傅，我们这身本事都是您给的，您说往东，我们绝不往西。各位师傅，欢迎加入苏氏。这次星级评比对集团至关重要，股东那边下了死命令，必须拿下。事成之后，市场双倍的报酬，我绝不食言。苏总，钱先放一边，师傅开口了，我们砸锅卖铁也得帮。
师傅的事儿就是我们的事儿。废话少说，小王，热菜区归你，所有灶具火候重新校准。小陈，冷菜和雕花；小李，面点和汤品。3天时间，把这个后厨从头到尾给我捋一遍。是。陆大师，这台是德国定制的顶配蒸箱，上周刚空运到的，3段独立控温，蒸汽湿度能精确到1%，专门为这次星级评比准备的。整个江城就我们这一台。有点意思。苏强总，您就等着看笑话吧。苏氏的后厨从采购到出菜，哪一环不是我一手搭起来的？我一走，那套班子就是个空壳。3天能凑出什么人？王坤，3号灶起锅，陈江摆盘，李想出汤。这些人哪儿来的？为大家介绍苏氏集团参赛团队。执掌热菜的是前著名连锁餐厅食盐的行政主厨王大厨王坤，冷菜雕花受过市长亲自表彰的陈大厨陈江，面点汤品多次登上电视与报纸的李大厨李想。王、陈、李3位大厨，他们3个平时连一个都请不动，怎么可能全在这儿？而3位大厨的师傅正是苏氏集团总厨陆大山先生。江城餐饮界响当当的3位，居然全出自一人门下。更可怕的是调度，几十个人，一句口令，动作分毫不乱。我做了几10年餐饮，都没见过这种阵仗。这陆大厨不仅教徒弟厉害，带团队也是一绝啊！赵林，你不是说他们凑不出人？那3个是什么货色？你自己没数吗？各位请看，苏氏集团的压轴菜竟然是蟹酿琼。蟹酿琼，这是宋代的古菜，这道菜整个江城都没人敢碰。难就难在一个蒸字上，蒸汽差半度，时间差半分钟，蟹肉发死，成箱压不住腥气，整道菜直接毁了。他敢在评比现场做这个蒸菜，他用那台蒸箱。苏总，赢了，这局咱们赢定了。又赢了，你刚才也是这么说的。那台蒸箱是我走之前动过手脚，看着蒸汽满满，里头温度根本上不去。他这道菜要的是分毫不差的火候，可蒸出来只会是外面熟了，里头一坨生肉。好一个厨神！全天下最考验蒸工的菜，配一台被人做过手脚的机器。他架子摆得越高，等一会儿掀开蒸箱那一刻，脸摔得就越响。全江城的媒体都在场，苏清言今天就得当场社死。苏清言，这一次我要你输得再也爬不起来。这可不像蒸坏的样子，只是徒有其表罢了。陆大山，你这菜看着倒是挺像样，可别让评委吃了个样子货，到时候丢人现眼。要是这道菜不好吃，我陆大山从此退出厨师界。师傅的手艺，我用命担保。我们也是。堂哥，要不要打个赌？输的人跪下道歉。请评委品鉴。这成香清透不腻，蟹肉鲜甜弹牙，火候精准到极致，这是神技！完美，无可挑剔，这已经超越了技术，这是艺术。满分，全场满分，这是星级平等历史以来第一个全满的作品。经过评委组一致投票决定，本年度星级酒店评比，苏氏集团胜出。咱们赢了！3天，我们只用了3天，师傅威武！陆大师，谢谢你，
和您合作是我做的最正确的决定。废物，你就是个废物！我花那么多钱养你，你就给我这个结果？我们的菜品火候和味道都没问题，是不是很失望？你怎么知道我动了手脚？蒸香、密封胶条被人反装过，这点小把戏，一般人还真发现不了。就算有人及时察觉，临场也来不及拆开重装。算盘打得不错，那你到底是怎么做到的？可惜我不是个照搬教科书的人。蒸香温度上不去，那我就降低时间，调整火候，照样能蒸出完美的成品。2000万，我砸了2000万进去，全没了。苏总，据说你们新团队成立才不到3天，请问是如何创造这样的奇迹的？一切都是我们集团的餐饮总负责人陆大山先生的功劳。3天时间从零组建团队，并带领他们拿下星级评比冠军，这份实力和魄力当世罕有。为表示感谢，我以个人名义再为陆大师追加400万奖金。天哪，这老爷子太牛了！人家凭本事吃饭，400万都不多。陆大师是苏氏集团最宝贵的财富，未来我们还将有更深入的合作。什么？又是400万？陆大山现在手里有800万了。姐夫，800万啊！咱们要是能拿到手，豪车、江光房、出国旅游全都有了。老公，800万，那都是咱们的。你亲爸的钱，不就是咱们的钱吗？不能再等了，必须把这钱拿到手。到账400万元。半辈子为了儿子当牛做马，到头来身无分文，被赶出家门。如今靠这双手，终于挣回了属于自己的尊严。让开，让开！那是我公公，我们是家属。爸，终于找到您了。我们之前误会太多了，都没有好好沟通。我们已经原谅您了，以后给您的零花钱翻倍，100块。是啊，爸，之前那些鸡毛蒜皮的小事儿，你就别斤斤计较了。到时候咱们用您这个奖金，在市中心买一幢别墅，你住保姆间，不就没事了吗？鸡毛蒜皮，你还知道我是你爸？大年30让老子端着碎骨头去楼道吃饭，那叫鸡毛蒜皮？老子做牛做马伺候你们一家，你们不懂感恩就算了，现在看老子发达了，又跑过来舔着脸求原谅，呸！痴心妄想！亲家公啊，都是一家人嘛。你这话呢说的多不好听。这样，你把钱交给我们保管，你就去追求你的事业，有我们在背后支持，你也轻松不是？是啊，把钱给我们，那破菜刀我给你再买一把就是了，不10把。你们还有脸来？我师傅现在年薪300万，还有集团分红，还用得着跟你们回去？就是当初把人往外赶的时候，怎么不想想今天？现在想让我们师傅给你们这群禽兽不如的东西继续当牛做马，晚了！300万，还有集团分红？苏氏集团这种级别，分红没有1000万也有上百万了吧？爸，您现在还有分红啊？那您只要肯回来，我们1个月生活费给您200，这样总可以了吧？您看我们多有诚意。爸，咱不闹了行不行？把工资卡给我们保管吧，我一定好好孝敬您。我的钱，你们1分都别想拿到。陆大山，你有钱不给家里人花，你还是不是人？从你们把我赶出家门那天起，你们就不是我陆大山的家人了。我已经决定了，我要去参加全国厨艺宗师评选，弥补我年轻时放弃的遗憾。你疯了吧？全国厨艺宗师评选，你都50岁的人了，还学年轻人去参加什么破比赛？浪费精力又浪费钱。陆大山，你别做梦了，什么宗师评选，那得花多少钱？你把钱给我们才妥帖。爸，你这把年纪了还折腾什么？把钱交给我保管，比你瞎折腾强10000倍。老子的钱怎么花，轮得到你来教我？陆大山，你别不识好歹！我告诉你，你要是今天不把钱给我们，我们就不走了。就是，
你一个糟老头子，留着那么多钱干什么？亲家公，你这是要六亲不认啊！做人不能太绝。这家人怎么回事？当众撒泼要钱，真丢人。陆大师怎么摊上这种亲戚？我数到3，立刻滚出去，否则我不介意动点手段。你凭什么赶我们？我们是陆大山的家人。家人？我只看到一群围着钱打转的苍蝇。1、2，姐，算了，我不想进医院。3。不识抬举的陆大山，我们好声好气去找他，他倒好，联合万人来赶我们走。我现在担心的是，万一他真拿了好名次，到时候不光手里有钱，地位也越来越高，咱们连他的面都见不着了。不行，绝对不能让他去参加什么破比赛。姐夫，你想想，你可是你爸唯一的儿子，唯一的血脉，他嘴上再硬，心里能真放得下你？当年他能为了你卖掉老宅，说明在他心里，你比什么都重要。对啊，他就是刀子嘴豆腐心，要不然当年也不会为了你做那么多。所以，你只要拿断绝父子关系来激他，这招妙啊！他再怎么狠心，也不可能真的不要自己唯一的亲骨肉。没错，亲情牌是他最大的软肋，大蛇打7寸。老公，当断则断，他那800万够咱们全家下半辈子花的。就这么办。陆大师，您为什么突然要去参加全国厨艺宗师评选？以您现在的实力和地位，完全不需要一个头衔来证明自己。20年前的全国厨艺宗师评选，我一路过关斩将，杀进了决赛。所有人说冠军非我莫属，但决赛当天，我儿子突发高烧，我只好临时退赛，也因此下定了金盆洗手、专心带娃的决心。却没想到，所以您这次是为了自己？对，前半辈子为儿子活，后半辈子我要为自己活一回。我会以个人名义参赛，不会给苏氏集团带来任何影响，还请苏总放心。陆大师，您不用顾虑这些。说实话，您去参加宗师评选，对苏氏也是好事。怎么说？苏强那边压箱底的人物，其实不是赵林，而是谢磊。业内称他未来厨神，年仅28岁，3块国际烹饪金牌。为了备战宗师赛，才没有参加这次新评品。要是被谢磊夺冠，苏强的势力就会威胁到苏氏集团好不容易稳定的局面。所以陆大师，您若能夺冠，也是在帮苏氏。场地、设备、食材、人手，您需要什么，我全力支持。苏强，你来干什么？这就是代表苏氏出战的人。大叔，你这一把年纪了，还翻书临时抱佛脚呢。我18岁就把这些全背下来了。我看您老人家还是去路边摊炒饭吧。表妹，你看看，厨艺宗师评选可是个人能力的极致比拼，你还敢让这老头上场？疯了吧？大叔，翻书都翻不利索了吧？我劝你还是别去丢人现眼了。小伙子，你爸是不是叫谢文杰？你认识我爸？我爹当年可是名震江城的大厨，你听说过他的名字，倒也正常。20多年前，全国厨艺宗师评选4强赛，我亲手击败了同为特级厨师的谢文杰，才进的决赛。你的眉眼和他太像了，这股子狂妄劲儿和你爹当年一模一样。你就是陆大山？陆大山？哈哈哈！我还当是什么人物，原来就是个被时代淘汰的老废物。苏总，你可真是病急乱投医啊！找个20多年前的过气老头来撑场面，你们苏氏集团是真没人了吧？你给我闭嘴！闭嘴！我说的是事实。20多年过去了，烹饪界早就换了天地，你这老东西早就该进养老院了，还敢出来丢人现眼！告诉你吧，陆大山，我的厨艺青出于蓝，现在的你根本不配给我提鞋。这次宗师评选，我会当着所有人的面击败你，替我爹报当年的仇。苏清言，你看看你找的都是些什么人？过气老头，东拼西凑的厨子，你以为靠这些就能守住苏氏？至少比你这种只会背后捅刀子的小人强。小人，我劝你还是把总裁位子让出来吧。一个女人掌不了这么大的权，你自己没本事，找的人也是废物。苏氏在你手里，迟早要完。别忘了，我也有苏氏集团的股份，我已经联合对你不满的股东，
等谢大厨在宗师屏上把你们打得满地找牙，到时候股东会一开，你连滚蛋的机会都没有。说完了。谢磊，你说我是废物，行，那我给你个机会，宗师评选上咱们当场比一场。比就比，我怕你啊！光比赛多没意思，咱们找点乐子。我出100万，谁赢谁拿走，你敢不敢？100万，要赌就赌大的。我手上也有苏氏集团1%的股份，我敢拿出来，你敢跟吗？哈哈哈，苏青言，你脑子是真坏了，居然把集团股份给一个糟老头子。不过区区1%也配跟我赌？那再加上我呢？你手里有苏氏集团10%的股份，我拿出同等份额跟你赌，你敢吗？苏强总，拿下他的股份，您可就是苏氏集团的重要股东了，到时候总裁之位还不是唾手可得？既然你自己找死，可怪不得我。这赌约我接了，到时候可别哭着求我。您放心，我早就暗中调查过所有评委的口味和偏好。苏总放心，他爹是我手下败将，他也一样。这场比赛我赢定了。爸，你别闹了，你赢不了的，赶紧退赛，跟我们回家。又是你们，阴魂不散。亲家公，咱们这把年纪了，颐养天年就好，何必去参加什么比赛，给自己找不自在？亲家公，你说你好好搁家里养老不好吗？还犟！这20多年我在家里做牛做马，睡在腿都伸不开的过道里的时候，可没见你们关心过我。我看你们关心的是我口袋里的钱。爸，我们是真心为你好，你都50岁了，跟一帮年轻人较什么劲？你们这群好吃懒做的吸血鬼，怎么可能懂什么是理想和热血？老子这辈子靠真本事吃饭，不像有些人只会趴在别人身上洗鞋。爸，你如果一意孤行，再不把钱给我，我们就断绝父子关系。我养了你20多年，你为了钱要跟我断绝关系？少废话！要是不签，咱们就一刀两断。陆大山，你听清楚了，签了你就是孤家寡人，以后走了都没人给你烧纸。从今天起，你不再是我儿子。你真签了？陆大山，你这狼心狗肺的东西，你好狠的心啊！连亲生儿子都肯抛弃。怎么会这样？各位，欢迎来到全国厨艺宗师评选决赛。本轮规则：1小时内完成热菜1道，不限菜系，不限食材。老东西，你输定了。比赛开始。这种技法真是赏心悦目。快看，谢磊选手在用液氮和分子料理。米其林3星厨师的技法，他能信手拈来。后生可畏，这手玩得很漂亮。这香气绝了！我倒要看看你拿什么赢我。怎么回事？谢大厨这里菜都上好了，陆大厨却连火都还没开。不会是认输了吧？陆大沙山，你是厨师还是擀面的？这是厨艺宗师评选，不是路边饺子摊儿，你是不是走错片场了？陆大厨不会真的要包饺子吧？用饺子兑松露龙虾？疯了吧？这不是送死吗？他这是在做什么？煮饺子为什么要另外烧油？天哪，这是什么技法？这是功
宫廷御膳记。不，这是改良过的，比古籍上记载的还要精妙，甚至比我在档案馆里看到的残本记录还要好10倍。我师父年轻时传了我一套宫廷菜谱的残本，这几十年来，我一天都没停止过钻研，靠着不停学习、尝试、练习，残本被我补全了。补全了？那可是失传上百年的宫廷秘技。菜谱是死的，厨艺是活的。我自己摸索出来的东西，只会比当年的宫廷菜谱和技法更好。装神弄鬼，花里胡哨的障眼法而已。评分的大头还是味道。我倒要看看你做的破饺子，怎么在更喜好西餐的评委面前比得过我的松露龙虾。哼，一盘破饺子能翻出什么花来？我的天，这还是做饭吗？我眼花了，刚才那是火凤凰。火焰饺子，请评委们品尝。这种级别的控火究竟是怎么做到的？温度差1度，饺子就会焦糊或者加生。它是怎么让火焰在空中成型还不伤食材的？别说了，赶紧尝！不可能，一盘破饺子凭什么？这是……我看到了，我看到了一个厨师毕生的坚守。这不是食物，这是灵魂。我这一辈子品尝过上万道菜，但从来没有一道能像这盘饺子一样，让我感觉不是在吃菜，而是在吃一个人的一生。每一口都是故事，每一口都是岁月。这不是厨艺，这是修行。我做了40年评委，今天才知道什么叫厨艺的极致。我们之前评的那些算什么呢？经评委组一致决定，本届全国厨艺宗师评选冠军陆大山。我输了，彻底输了。不是说你包赢的吗？我的股份，你还我股份！还给我，把股份还给我！你这个废物！你不是说必赢吗？你不是说青出于蓝吗？对不起，你赔我，你赔我的股份！我也没想到，你赔我的一切！苏强，别挣扎了。咱们的对赌可是公证过的，现在你的股份已经全部划到我名下了。刚才公证处发来的短信，你要不要看看？不可能！完了，全完了，我什么都没了。陆大师，是我输了。今天这一战，我才明白我和您的差距有多大。我爹当年输的不冤，我今天也输得心服口服。你比你老多像样，至少你懂得认输。陆大师，这次多亏了您，有了苏强那些股份，我在集团的地位彻底稳固了。为了表达我的感谢，我决定把这次赢来的股份中的5%全部转让给陆大山。陆大师，陆大师，你现在是集团股东，厨神之名也拿下了，接下来打算做什么？我为了儿子，为了那个家，辛苦大半辈子，到了50岁才真正活成自己，也该好好放松潇洒一段时间了。先购置一套车房，给自己安一个真正属于自己的家。正好我有在房地产上合作的生意伙作伴，可以给你推荐房源。那就谢谢苏总了。都怪陆大山那个老东西，要不是他，咱们早就发财了。为了点钱连儿子都不认，以后别后悔。
什么味儿？这是什么情况？徐瑶瑶，你看看这个家都成什么样了！你天天在家不上班，连扫个地都做不到的吗？我也很累的，好吧？凭什么还要我做家务？你自己怎么不做？都怪你爸！要不是他不回来，家里用得着脏成这样。以前他在的时候，家里哪天不是干干净净的？不要吵了，先进屋。你还好意思提我爸？你看看你爸妈，整天什么都不干，碗不洗地不扫，垃圾都不知道扔，家里能不脏吗？陆涛，你什么意思？你这是嫌弃我们了？我跟你爸担待你这么久，现在翅膀硬了是不是？哼，我跟你岳母是金融界退下来的社会精英，让我们做家务，你配使唤我们吗？精英就连个碗都洗不好。陆涛，你给我听好了，你爸要是不回来，以后这个家所有家务1日3餐你全部给我包了，一天都不许落下。你造的孽你自己还。我造的孽还不是你？你让你弟拿传家刀砸螃蟹的，还嫌他油烟味臭不让他上桌，现在来怪我，你还有没有脸？你有本事再说一遍！陆涛，你这个窝囊废，连自己爸都留不住，还算什么男人？行了，吵什么吵？自己人内讧有什么用啊？吵完了这地就能干净了？说得对，全都是他的错，他存心的。可不是，跑外面当什么大厨，心里还有没有这个家？只要他一回来，做饭打扫有人干了，钱也到手了，一举两得。师傅，我这辈子做梦都没想过能在您的千万别墅里吃到全国厨神亲手做的红烧排骨。天哪，这红烧排骨真的绝了！陆大师，我有个问题一直想问，您退隐了20多年，您是怎么做到厨艺比当年还精进的？给那一家子吸血鬼做牛做马的时候，就只能自己窝在厨房里反反复复的琢磨试验，这一琢磨就是20多年。那帮狗东西！陆大师，您这些年真的太不容易了。都过去了，塞翁失马焉知非福，要不是那些年的沉淀和磨练，我也做不出双龙戏珠和火焰饺子。人生没有白走的路，每一步都算数。不说这些了，吃菜吃菜。爸，是我们的错，我们太不懂事了，才会那样对你。以前的事情都是我们糊涂，现在我们真的知道错了，求您原谅我们，跟我们回家吧。你们几个不安好心的白眼狼，要纠缠到什么时候？大年30让我师父端着碎骨头去楼道吃饭的是你们，拿传家刀砸螃蟹的是你们，把人赶出家门的还是你们。你们怎么好意思来的？你们怎么敢忘？就是，现在看我师父发达了就跑来认亲了，之前干什么去了？陆大师，这种不懂感恩的人说的话，一个字都不要信。亲家公啊，这俩孩子以前不懂事，我们做父母的已经狠狠教训过他们了。是啊，我们打也打了，骂也骂了，他们是真心悔改了，都是当父母的人，你就给他们一个改过自新的机会吧。你们说的对，毕竟阿涛是我唯一的血脉，没了他，我这把老骨头活着也没啥意思。不过股份分红到账的手续还需要一段时间，等那笔钱到了，我再回去。而且我需要看到你们真正的转变和诚意，才能放心把钱交给你。爸，我就知道您不会这么绝情。您什么时候回来跟我说一声，我来接您，以后一定给您养老送终，绝不让您受半点委屈。师傅，你的分红不是早就到账了吗？这栋别墅就是您拿分红买的呀，您刚才为什么要那么说？就是啊，师傅，您不是真打算回去跟那帮畜生过吧？这是肉包子打狗啊！放心，这群大年30把我赶出家门的畜生，1分钱也别想从我手里拿走。那师傅您刚才……我跟他们在一个屋檐下住了这么多年，对他们那贪得无厌、好吃懒做的秉性太了解了。你们也看到了，之前强硬拒绝的结果就是他们像苍蝇一样阴魂不散，隔三差五来闹一场。只要给他们一张看似触手可及的空头支票，他们就会迫不及待地把这笔钱当成囊中之物，提前肆意透支挥霍。等他们花光了自己的积蓄，欠了一屁股债，才发现这笔钱根本不会来。陆大师，您这一手请君入用实在是高。师傅你太坏了，他们活该。对这种吸血鬼就得往死里整，不狠狠教训一顿，他们永远不长记性。好好期待吧，这出戏好看着呢。
太好了，老头子终于松口了。我现在就从苏氏集团离职，等钱一到手，谁还去当牛做马打那破工？姐夫，听说苏总又送了他股份，这钱咱们一家子不吃不喝，干一辈子都挣不到。到时候钱到了，一定要给我买那辆保时捷，银灰色的那款，我盯了好久了。我看上了好几个翡翠摆件和青花瓷古董，到时候买了新别墅，往客厅里一摆，请老姐妹们来参观，别说有多气派了。最近有一个虚拟货币势头很猛。等钱一到账，我就全部买入，钱生钱，利滚利，咱们下辈子都不用愁吃穿了。对，到时候全家移民出国，去欧洲住庄园。等什么等啊？那钱是板上钉钉的事儿，咱们现在就把这个破房子卖了，去看别墅。姐，还是你聪明，反正钱马上就到了，提前花一点算什么？对，先下手为强。我给你打50万。那几款虚拟币给我购入1万颗，定金等下打到你账上。放心，我早就做过背调，绝对没问题。我这边过几天有大笔资金进来，到时候再加仓。爸，这玩意儿真能涨？我搞了一辈子金融，看不准这个，人家开盘的都挣了不知道多少了，这是笔稳赚不赔的买卖。我们的时间很宝贵，其他户型我们没兴趣，直接给我们看别墅区的房子，连排的也不要，跟那群没钱的挤在一起。整天一股穷酸气儿，我闻着就恶心。好的，二位请跟我来，我们这里有一套500平的独栋别墅，带私家花园、地下车库、恒温桶池，绝对能满足您的要求。定金50万。刷卡。您稍等，我马上给您办手续。程宇，宇哥，还是你路子野，听说你连保时捷都预定好了。到时候可得把车钥匙丢给我们兜兜风。何止兜风，以后咱们圈子出门牌面全靠你撑着。宇哥以后发达了，可别忘了哥几个。咱们啥关系？都哥们儿。等新车落地，谁货开随时拿去，油钱我全包。几位先生，刚刚上的酒水全部记在这桌账单里，稍后核对。对账？对什么账？直接刷。今天全场我买单，哥几个敞开喝。经理，我不干了。陆涛，你这是突然闹哪出？你还有脸问？老子早就不想干了，1个月5000块，整天和狗一样累死累活，还得天天看你脸色，这样的日子我受够了。陆涛，我希望你能再好好考虑一下。你在咱们财务部干了这么多年，上面对你的表现也是有目共睹。新一轮升职加薪的名单上有你的名字，只要你再坚持一下，加薪，靠着区几千块钱就想留住老子？陆涛，你这是怎么了？干得好好的，怎么突然……少在这里假惺惺！我告诉你们，老子就要发财了，马上就要有几千万的分红打到我账上，还用得着在这破地方看你们脸色？陆涛，你要是真有什么难处，可以申请长假，没必要这样冲动。我清醒得很，从今天起，我陆涛再也不用在这破地方当牛做马了。你们以后见了我，记得叫一声陆总。你们这些人，一辈子也就是个打工的穷命，而我陆涛，以后是你们高攀不起的人。陆大山到底在搞什么鬼？钱怎么还没到账？我那保时捷定金都交了，4S店天天打电话催我去提车呢。是啊，不管怎么打电话他都不接，是不是出什么问题了？咱们的别墅尾款月底就到期了，100万定金可还压在那儿呢。真是邪门了。虚拟货币那边也在等我加仓，不能再等了，现在马上去找他，今天必须把钱要到手。爸，嘿嘿，咱们就是来看看您，身体还好吧？住着还习惯吧？顺便问一句，那个分红到账了没啊？是啊，爸，我们那边好多东西都等着交尾款呢。哦，分红啊，早就到了。太好了，爸，那您赶紧把钱转过来吧。转钱？什么转钱？我自己挣的钱，凭什么要转给你们？你明明说过要给我们转钱的，你不讲信用！我说过要看到诚意，你们这几天来看过我哪怕一次吗？爸，我们这几天为了您养老，连房子都订好了，
500平的独栋别墅，最大的那间卧室专门留给您，带花园带泳池，这都是为了您着想啊。为我着想。订房子的时候有没有问过我想住哪儿？有没有问过我喜不喜欢？一声都没有。陆大山，你狼心狗肺，你是不是故意的？你怎么忍心看着你亲生儿子被债主追？那是你们活该，是你们自己作死。有谁逼你们提前花钱了？陆大山，你这个没良心的，给我开门！你给我开门！女士，请注意您的行为，您已经涉嫌强闯民宅和故意毁坏财物，请您离开，否则我们将直接报警并采取强制措施。房子我们不要了，快把定金退给我们！对，退钱，50万1分都不能少。陆先生，您看合同第10条，黑纸白字写得清清楚楚，签字后除非不可抗力因素，购房定金不以任何形式予以退还。你们不能这样。此外，今天是尾款缴纳的最后期限，如果您再不补全款项，按照合同约定，您还需要额外缴纳10万元的违约金。什么？还要再交10万？你们这是强买强卖，你们这是诈骗！女士，我们的合同具有法律效力，我们有权合法追讨违约金。您二雷若是有异议，可以去咨询专业律师。定金50万，违约金要10万，一共欠了60万，全完了。什么？虚拟货币是假的？你们快把我的钱撤回来，那可是50万啊！先生，请您冷静，您投入的资产已经流入境外账户，我们会尽力为您追查，但目前来看，追回的可能性极低。老徐，50万没了！全没了，1分都追不回来。完了！我那辆保时捷也被 4S 店扣下了，人家说每天500块保管费，已经欠了好几千了，这可怎么办啊？房子违约加定金60万，保时捷定金加保管费40万，虚拟货币被套走50万，减去卖掉旧房子的50万，我们欠了100万。哟，这不是陆总吗？什么风把您吹回来了？经理，我家里出了点事儿，急需钱周转，您看我能不能回来？回来？您当初辞职的时候不是挺硬气的吗？我说的对吗，陆总？经理，我当初是糊涂，求求你。糊涂？你拍桌摔工牌的时候可一点不糊涂。陆涛，苏氏集团是你想来就来，想走就走的，你脸皮够厚的啊！经理，求求你，出去，别让我叫保安。哥，借我3万块，就3万，我下个月一定还。你谁呀？我是程宇啊，咱们前几天还一起喝酒呢。路易13皇家粮炮我请的。你请的？我怎么不记得？况且借了这笔钱你还得起吗？我马上就有钱了。我爸投的虚拟币几倍几倍的涨，我姐夫他爸是厨神，几千万的分红马上就要到账。别装了，谁不知道你们家欠了一屁股债？你姐夫那厨神爹压根不认你们，你们家就是一群骗子。胃口都没了，真晦气。哥几个，咱们找别处潇洒去。你们不能这样，跟着我玩这么久，现在说翻脸就翻脸。滚！少在这恶心人，再出现在我面前，老子见你一次打你一次。爸，全都怪你！本来卖房子的50万好好的，你非要去买什么狗屁虚拟货币，现在好了，全打水漂了。你赔我的保时捷！你个兔崽子，你有什么资格说我？你自己买跑车的时候怎么不想想后果？你还有脸说别人？你平时没工作没收入就知道啃我的，一事无成还去买什么保时捷？你是我姐，你养我怎么了？你自己不也是啥都不干，天天伸手问姐夫要钱花，你有什么资格说我？别吵了，都别吵了！够了，都给我闭嘴！
现在哪有时间内讧？这100万我们谁都有份儿，没有钱还债，人家就会上门强行收房。再不想办法，大家一起睡大街，你们明白吗？阿涛，你要不要再去求求你爸，好歹父子一场？陆涛，你倒是说话呀！不去，那是他的钱，我没资格要。你疯了！不去找他100万的债，你打算怎么还？爸，是我错了，我放任瑶瑶在家里肆意妄为，还把您赶了出去。断绝关系的协议书是我递出去的，我没有脸再去求你，我对不起你。从现在开始，每个人都去给我想办还债，不想住桥洞，那就得把这窟窿堵上。我明天就去找工作。专科，不好意思，我们这儿最低要求本科。下一个。你之前在苏氏集团干过，为什么离职？我家里出了些状况，离职原因不明，我们不敢录用。先生，您请回吧。你这简历1没资格证，2没项目经验，凭什么要我们录用你？下一个。陆涛，工作找的怎么样了？有没有哪家要你的？还没。还没？你都出去1整天了，一个面试都过不了。陆涛，你到底有什么用？我当初真是瞎了眼嫁给你，连个工作都找不到，你是想我们一家人都饿死吗？说话啊你！瑶瑶，我……陆涛，你就是个窝囊废，你不配当男人。我到底该怎么办？您好，你们招学徒吗？你来学厨？行啊，明早7点到这条街最东头那家饭店报到，从挑菜叶练刀工开始，干得好提前转正，1个月3000，包一顿午饭，干不干？我干。3000块总比饿死强。来了，正好，老周来新人了。你就是新来的那个，行，过来把这些菜叶捡捡了，把烂叶子、黄叶子都挑出来，剩下的洗干净，利索点。我可不想天天伺候城里来的少爷。好的，周师傅，我马上干。你看看你捡的这堆是什么东西？你他妈是在糟蹋菜！对不起，对不起，我重新捡。你是不是连菜都不认识？这叫生菜，这叫上海青，这叫油麦菜。你他妈连菜都分不清，还敢来后厨？我以前没做过这些。嘿，那你是来干嘛的？混饭等死！胖子，你从哪儿找来的这种人？我一定能学会。哼，你老周，算了算了，第一天嘛，谁不是从零开始的？哼！臭小子，手上一点茧子都没有，从来没干过家务活吧？别心急，刀工这东西急不得，伤着自己划不来。谢谢师傅。爸，你那双手上几10年的刀伤烫伤，从来没听您喊过一声疼。我到底有多混战，才觉得您做的一切都是理所应当的？这么晚了还没回去？王叔，您怎么在这儿？在干学徒呢。自己造的孽，总要自己还。你爸就你一个儿子，他疼你，疼到当年能放弃梦想回来照顾你。但是你和你媳妇一家做的事儿，太让他伤心了。你也别怪他。我知道，我哪有资格怨他，都是我的错。好好干，早点回去休息。哟，师傅，厨神也练刀工呢？厨艺用尽废退，有屁快放！找我什么事儿？师傅，我昨晚在一家小饭店碰见陆涛了。他在后厨当刀工学徒，手上全是大大小小的刀伤，人也憔悴了不少。一个人坐在角落里吃冷饭。怎么，你就来跟我说这个？他没资格怨您，这都是他自己造的孽，总要自己还。我就是觉得应该让您知道一声。陆大师，一个好消息，集团股东们一致通过了新兴培养计划，旨在创立一个完整的培训体系，吸收培养真正的餐饮人才，向下输送到集团旗下的各个餐厅与酒店后厨里。所有的硬件和资金支持由集团来出。
现在特别邀请陆大师您成为新兴培养计划的总负责人，只负责教学监督与指导，月薪30万，另外还有3%的集团股份分红。师傅，这可是大好事啊！您这一身技艺，终于有地方可以传承下去了，还能培养真正的人才，让这门手艺发扬光大。苏总，我答应你，但是有一个条件。您说。招生与吸收也要由我全权负责。我不看厨师评级与学历，只看有没有灵性，肯不肯吃苦。真正的好厨师不是证书堆出来的。成交。阿涛，你快看，新闻热搜，我偶像厨神陆大山要开班了，听说月薪只占小头，他还有更多苏氏集团的分红啊！我要是能和陆厨神学到3瓜2枣，这辈子都值了。爸。恭喜你，你能不断完成自己的理想，活成自己想要的样子，我心满意足了。徐建国，开门！有点借钱没点还钱是吧？别出声，都别出声，装不在家。徐建国，我知道你在家，躲什么躲？总共120万，你给不出钱，我就天天来你家催债，听见没有？再拿不出钱，到时候可就不是敲门这么简单了。哎呀，老徐，不是借了100万还债吗？怎么变成120万了？你跟我说清楚。我借的是高利贷。徐建国，你到底是不是人？高利贷你也敢碰？你是嫌我们死得不够快吗？是要把我们全家人往绝路上逼啊？我能怎么办？我不借，房子就要被银行收走了，我们连住的地方都没有了。把好端端的日子变成这样，我们都有错。老公，催债的今天上门了，说咱家欠了120万。120万，我一个月才3000块，就算不吃不喝，要还到猴年马月，都是我的错，都是我造的孽。警察同志，有人上门催债，威胁我和我家人的人身安全。你这事情系属借贷纠纷，你们有打欠条吗？有，是我岳父借的，白纸黑字签了的。涉案金额多少？120万，本金100万，剩下20万是利息。拟利率如果构成高利的话，超出国家规定标准的部分金额，你可以通过走法律途径申请超出部分无效。也就是说，超出的利息部分你们可以不用还。至于上门威胁人身安全这件事，我们会出面警告他们的，情节严重的话可以立案处理。谢谢警察同志，真的谢谢您。老公，我们后面的人生是不是就只能这样了？永远被这100万压得喘不过气，永远抬不起头。不会的，我一定会努力赚钱，把欠的钱全部还完。爸，对不起，我没资格向你索要什么，这条路是我自己选的，我会好好努力，自己走完。爸，对不起，我没资格向你索要什么，这条路是我自己选的，我会好好努力，自己走完。师傅，怎么了？是阿涛给你发消息了？他说了什么？他说不会向我索要什么，会好好努力。那师傅，您是怎么想的？他这不是已经知道错了吗？这都主动服软了，他没有一个字提到了钱，这点不错，但是不着急，一句话一个消息根本算不了什么。你要知道，人在人生的低谷说出什么话，做出什么事儿都不能尽信，等到了高处还能不变，那才是真心话。师傅，可我听说他们有人上门催债了，那帮高利贷的人凶得很，砸门砸的整栋楼都听见了。陆涛最近怎么样？嘿嘿，师傅，我就知道你这人就是嘴硬心软。凭什么嘴？我就是想好好调查一下，看看这个不孝子有没有真的像他说的那般回心转意。你懂什么？好，好。阿涛，手里的活先放一放，你跟我出来一下。好的，主厨。好小子，你在这儿干了多久了？正好3个月整。行，那我跟你说个事儿。
明天起你别干刀工了。主厨，是我哪里做的不好吗？哈哈哈哈哈！你想哪儿去了？我是说，明天起你来跟我学掌勺。掌勺？真的吗？这3个月你的表现我都看在眼里。切菜这活又苦又繁琐，多少年轻人干不了2周就跑了，你倒好，专心致志，一声抱怨没有，进步还快得离谱。说实话，我干了20多年厨师，在你这个年纪的时候，刀工真不如你，天赋异禀啊，你小子！爸，我刀工的天赋也是你给的吧？我亏欠你的到底有多少？工资涨到6000一个月，干得好还有奖金，好好干，我看好你。谢谢主厨。我一定好好干，绝不让您失望。哈哈哈哈！少跟我来这客气的。明天早上6点到，提前准备食材，迟到了扣工资啊。今天，苏氏集团新兴培养计划正式启动。我们的总负责人就是上一届在全国厨艺宗师评选赛中夺得厨神之名的陆大山先生。请问陆先生，贵集团新兴培养计划的招生标准是怎么样的呢？是不是必须有专业院校背景或者厨师等级证书？我们的招生不看厨师评级，不看学历证书，只要真正热爱厨师这一项，永远会向你敞开大门。厨艺这条路从来都不是靠一纸文凭走出来的，是靠一双手、一颗心，日复一日磨出来的。苏氏集团今日宣布，这个陆大师太牛逼了，50多岁从工地炒摊干起来的，现在都当集团餐饮总负责人了，真励志啊！老骥伏枥，志在千里，人家这才叫活出了第二春。爸，看着你越来越好，我真替你高兴。你活成了你自己想要的样子，这就够了。终于都还清了。考核规则很简单，1人1碗过桥米线，食材一样，时间一样。我要看的是你们对基础的理解。过桥米线，这么基础的东西也配拿来考核？我在英国的帝国酒店烹饪学院学的第1道菜就是松露鹅肝。哼，这种东西有什么好做的？老师，我做好了。恭喜你被录取了。什么？你们有黑幕吧？比赛结果公平公正。我一个正规科帮出身的高材生，比不上一个大学都读不起的土豆子。哦，这么说，你对自己做的米线味道很有信心了？那是肯定，我可是英国毕业。大言不惭，你自己来尝尝他烧的。不可能！你的汤底浑浊厚重，毫无清亮口感；米线煮得软烂粘连，毫无嚼劲；肉片厚实僵硬，更是嚼不动。连一碗最简单的过桥米线，你都不肯用心打磨，凭什么觉得自己配进新兴培训计划？一碗破面能说明什么？我学的都是高端高级菜系，谁会天天钻研这种底层基础东西？这味道太绝了。这才是过桥米线该有的样子。连基础都守不住的人，根本不配谈高级。在你眼里，我看不到半分对烹饪的敬畏与尊重，只剩自负与浮躁，好高骛远，眼高手胆。我陆大山不收你这种人。再次恭喜你，从明天起，
你正式成为苏氏集团新兴培养计划的学员。谢谢陆大师。别停，油温还没到位，再烧，颠烧不要停，一旦停下来，整锅菜就白做了。是，陆老师。烧菜做饭不是比谁更快更猛，而是看谁更用心更精细。油温差3度，在我和那群老条评委挑剔的嘴里，味道就差出108000里。你听明白了吗？明白了。你们都给我听好了，炒饭做菜本就是差之毫厘，谬以万地。我不管你们以前在哪里学的，跟谁学的，到了我这里，就得把那些花里胡哨的东西全忘了，给我老老实实从基本功练起。是，陆老师。师傅，这批新人里有没有好苗子啊？可以拉去比赛或者应聘国宴的？你就不能盼点好的？一个个毛毛躁躁，基本功都没练扎实，去比赛，去给我丢人现眼。师傅，您就别绷着了。我看15号那小子挺机灵的，刚才您那么凶，他都没慌，还能稳住继续做，心理素质不错啊。15号虽然性子急了点，但对于味道和火候的把控尤为灵敏，是块璞玉，好好打磨，能成器。师傅这是下狠心要把这批学员练出来啊！能被师傅亲自教是他们的福气。严师出高徒，咱们当年也是这么被骂出来的。可不是，要不是师傅当年那么严格，咱们哪能有今天？今天的训练到此为止，所有人把自己做的菜端到前面来，我一个一个尝。做得好的留下，做得不好的，明天给我加练3个小时。是，陆老师。你看你都被呛成这样了，咱们不勉强好不好？实在不行就点外卖吧。不碍事的，外卖太贵了，一顿就要40-50块。咱们现在要好好存钱还债，我多练练，肯定能炒出好吃的菜。爸，要做出一桌菜真的不容易，我们却还嫌你身上油烟味大。阿涛啊，要不我来帮你？妈，不用，您歇着吧，我自己能行。怎么了？是不是不好吃？是不是盐放多了还是？老公，你的菜还挺有模有样的，真的挺好吃的。好吃就行，好吃就行。阿涛，你这手艺见长啊。对了，爸和程宇呢？怎么没看见他们？他们俩怕被那些催债的盯上，自己跑了。2天前就打不通电话了，只留了个消息，说是要在外面打工还钱。他打工还钱？笑话！他俩这辈子没干过1天体力活，出去能干什么？老公，你一个人挣钱太累了，不能再这样下去了。我也要找工作，为你分担压力。瑶瑶，你从来没上过光，真的没问题吗？万一……不管怎么样，我都要有收入才行。阿涛也是从零开始，现在不也是一点点干起来了吗？我也可以的。老公，咱们一起努力，一定能把债还完的。这个要摇多久来着？是30秒还是50秒？小心点啊！对不起，对不起，真的不好意思。你们店怎么回事？没看到后面排了这么长队伍吗？我们都赶时间呢，能不能快点？就是，这效率也太慢了吧！干不了就别干了，耽误别人时间。各位客人，实在不好意思。您的奶茶，请慢用。真是的，徐瑶，你怎么回事？都来了1个星期了，还是这么笨手笨脚的。你知不知道已经有人在线上投诉你了？这样子怎么过适应期？店长，实在对不起，我会努力的。哼，我以前去陆大山干活磨蹭，效率低，没想到这些活这么繁琐累人，现在轮到我被人嫌弃了。对不起，爸，我现在才明白你有多不容易。收款到账3500元。老公，妈，你们看，
我挣钱了，我第一次拿工资3500块。不愧是我老婆，真是我的好闺女。至少瑶瑶也开始靠自己了。我们一家人终于在往好的方向走。顺道送送你，王叔，别愣着了，上车。这么晚了，早点回去陪老婆。最近怎么样？在饭店干的还行吗？升职了吗？升了，现在是掌勺了，一个月能挣6000块，不错啊，比之前好多了。你们家的债还的怎么样了？高利贷的事儿法院判了，超出法定利率的那部分不用还，只用还本金100万。我和瑶瑶商量好了，每个月还4000，虽然慢，但总能还完。那也不轻松。瑶瑶现在在奶茶店上班，一个月能挣3500，我们每个月凑出4000块用来还债，剩下的用于日常开销。你媳妇儿也出去上班了？她变了很多，以前从来不干活的人，现在每天在奶茶店站8个小时，回来脚都肿了也不喊累。不容易啊，努力干，总有一天会还完的。你爸不是不肯管你，他只是想看你能不能改过自新，从泥里爬起来。他这人就是这样，嘴硬心软。我知道，王叔，您能帮我给我爸捎句话吗？你说。我所做的一切不是为了卖惨求同情，我也不是要钱，我就是想让他知道，我真的有在好好过日子。好，我会转达的。他真这么说？他的原话，他还让我给你带句话。他说什么？他说他所做的一切不是为了卖惨求同情，也不是要钱，他就是想让您知道，他真的有在好好过日子。这小子倒有你当年1、2分骨气了，再观察观察吧。还有件事儿，现在陆涛那小子已经升了掌勺了，估计是3个月刀工合格，叫人看上了。毕竟身上流着出神的血呀。虎父无犬子嘛，现在他一个月能挣6000呢。您儿媳也找了个班上，一个月能挣3500，2口起来快1万了，比以前强多了。到现在才有点小两口过日子的样子。可不是，他们每个月省下4000块用来还债，虽然慢，但总归是在往好的方向走。等后面工资更高了，压力也会越来越小。师傅，上次我偷偷去他们那个小饭店点了一桌菜，全是陆涛经手的，虽然还入不了您这出神的法眼，但几个月能做到这种程度已经很不错了。我要是您啊，早得一怪了，亲儿子继承了您的天赋，多有面子呀。我让你观察这臭小子有没有转变，没叫你当侦探，谁让你去吃他做的菜了？行行行，师傅您说什么就是什么。不过师傅，咱们第4个教学副厨的位置一直还空着呢，您看就让他空着啊。可是师傅，那个位置空了这么久了。师傅啊师傅，您就是刀子嘴豆腐心。少贫嘴，给我泡杯茶来。得嘞，这就去。好好过日子就行。小伙子们都看着点儿，这才叫掌勺。陆哥这手艺绝了！我记得小陆半年前刚来那会儿，切菜都切不利索，现在简直换了个人。小陆手艺真不错啊！师傅们别夸了，我还差得远呢。行了行了，忙你们的去吧。阿涛，你过来，我跟你商量个事儿。哥，怎么了？我朋友隔壁新开了家店，比咱这儿大1倍，老板到处挖人，主厨的位置还空着呢。我想推荐你过去试试。主厨？我就是你，一个月基本工资1万出头，加上绩效奖金能到1万5，你干不干？哥，你没跟我开玩笑吧？哈哈哈，我还能骗你可曾？人家老板亲口跟我说的，就等你点头了。哥，真的太谢谢你了，别谢我，
要不是你自己上进又争气，哪会有今天？半年前你刚来那会儿，我还记得呢，笨手笨脚的不像话，连菜刀都拿不稳，切个土豆丝能切成土豆条。你小子是真有天分，学东西快，关键是肯吃苦。每天第一个到最后一个走，这股劲儿我干了20年都少见。哥，我一定不会让你失望的。好好干，以后飞黄腾达了，别忘了我这个老哥。10万的别墅违结金，第一笔债终于还完了。这还只是开始，还有90万，慢慢来，总有一天会还完的。就是这儿了。大叔，劳烦您帮个忙。什么事儿？麻烦您把这2样东西带给陆大厨。找我们总负责人？对。行，我会带你转交的。实在是麻烦您了。这成色勉强还算过得去。爸，我没有资格被您原谅，我只是想让您知道，我在努力活着，好好过日子。这些菜是我跟着您的网课学的，练了几10次，远没学到您的皮毛，但我会认真练下去。岳母身子很好，瑶瑶上个月还拿了奖金，数目不多，但我从没在她脸上见过这样的喜悦。米的筋骨没锁住，味精多放了1/3勺，金黄色泽没炒出来。师傅，味道怎么样？很一般。要是我带出来的人炒出这种货色，我得骂死他。师傅，差不多了吧？这孩子可以说是脱胎换骨。再等一段时间。您这人啊。师傅，我们有话想跟您说。说，陆涛那臭小子现在确实那家店吃饭，上次瞄了一眼后厨，他指挥手下10个厨师切菜烧饭，还真给他弄得井井有条，跟之前那个饭来张口衣来震水的白眼狼早已完全不是一个人了。可不是嘛，他现在被推荐去一家新店当主厨了，每个月1.5万，基本都拿来还债，从没伸手向谁要过钱，也再也没来求过您，这都1年多了，雷打不动。我寻思这臭小子是真吸取教训了。师傅，您别嫌我多嘴，陆涛之前确实混蛋，做了那么多对不起您的事情，但他毕竟是您的儿子，唯一的亲儿子呀。是啊，他现在吃了这么多苦头，确确实实知道自己错了，还靠着自己的本事养家还债。要是您真永远不原谅他，几10年后最后悔的还会是您自己。我只是怕他记吃不记打，上次他来求我，嘴上花言巧语一套一套的，我怕他又重新变成之前那样。这种事儿，我不想再经历第2次。所以咱们不是一直在暗中观察他吗？这都1年多了，谁能在这种情况下装这么久？一个人肯顶着早期晚酒一直泡在后厨，从零开始学刀工、学厨艺，又养家又还债，这不像装出来的。人心都是肉长的，师傅您再狠心，也不可能真的不管亲儿子吧？这样，咱们找个时间，我亲自去观察他，看看他现在日子到底过得怎么样。但是，这事儿绝不能让他知道。记住了，只是观察，不要露馅儿。是，师傅，保准安排妥当。我的手好烫！这是滚油溅的，马上停工！快打120！不，直接叫车送医院。小林，你忍忍，我这就送你去。陆主厨，咱们还有好几桌菜没出呢，现在走了人手不够，厨房要瘫了。都什么时候了，还想这个？手要紧，伤要紧。你那份我来做，你安心去医院。老赵，你送他去，打车的钱我报销，医疗费要是不够，
我预支工资。陆主厨，别废话了，快去，别耽误。把他的菜全部转到我这边的灶上来。陈江，你盯着3号灶的火候，别让它糊了。小杜，3号灶的汤开了，给我盯住时间，1分钟都不能差。是。前台报单，还差几桌？还差3桌，2个鱼香肉丝，1个宫保鸡丁。3号灶出鱼香肉丝。是。4号灶给我留宫保鸡丁。师傅，看到了没？和之前那个颐指气使、好吃懒做的白眼狼比，简直换了个人啊！碰上这种事儿都能处理得井井有条。这要是搁1年前，他连自己都照顾不明白，能管别人？别发呆，盯着自己的灶，再看我忙活锅都糊了。是。3桌菜齐了，上菜。师傅，怎么样？这小子现在身上有您当年1、2分意思了吧？也就勉强能看。是，差得远。他这是去哪儿？师傅，这小子是去给您儿媳送午饭呢。这小两口每天中午忙完都会一起出来吃顿饭，吃完回去继续干活，雷打不动。师傅，来都来了，咱们跟上去看看。老公，我在这儿。饿坏了吧？今天店里出了点事儿，耽搁了一会儿，菜还热着呢。不饿，快坐。累坏了吧？哇，是我最爱吃的红烧肉。早上特意多炖了一会儿，你尝尝烂不烂？老公，你这手艺越来越好了，我现在每天就盼着中午这顿饭。怎么了？不好吃？老公，我想起爸做的红烧肉了。我们以前真是混蛋，爸给我们做了那么多年饭，我们一顿都没夸过，现在才知道珍惜。都过去了，咱们以后好好过日子，比什么都强。过几天我带你去吃他烧的菜，咱俩一起去。师傅，瑶瑶那丫头也变了，变了就好，一家人都往好的方向走就行。可不是嘛？您看那小两口现在多像样子。走吧，回家。这是什么？陆大师，咱们培训营最后一个教学副厨的位置已经空了1年了。王副厨他们完成自己工作，还要分出手来处理这个岗位空缺带来的琐事。前几天还跟我抱怨，说杂事根本干不完，都快累坏身体了。你的意思是？您是不是该考虑招收一个新副厨了？苏总，你是想让陆涛来胜任这个职位？我可没有任何偏袒或站队的意思，我只是觉得一个人肯用1年多雷打不电的努力和进步来鞭策自己，那他就理应得到一次重新开始、证明自己的机会。况且教学副厨这个岗位对悟性和耐心都有着极高的要求，不仅要会做饭，还要会教学，不断学习进步才行。结合这段时间对陆涛的考察，现今的他完美契合了这些要求。陆大师，人都会犯错，关键是知错能改。陆涛已经用1年多的时间证明了他的转变，您不能永远把他拒之门外。苏总，我只有一个条件。您说。这个岗位要从最基层的学徒开始做起，切菜、处理食材、保养设备和厨具，任何脏活累活都要干。不能因为他是我的亲儿子就给他开小灶搞特殊，要是他有一点受不了或不耐烦，我有权让他滚蛋。没问题，这个要求合情合理。那我明天让小吴去通知他来面试。不，我不会亲自开这个口。如果他是真心悔悟，想要回来，那就得有魄力自己迈出这一步。如果由我们给他机会，为他铺路，
那他这一路走来还有什么意义呢？都听您的，那我就把招聘信息放在官网上了，这样对别人公平，对他自己也公平。您就不怕他没注意到这条消息，被别人抢走岗位？王坤，吩咐你件事儿。阿涛还不走啊？都10点多了。哥，您先回吧，我再检查一遍设备，明天开工才放心。你这股认真劲儿真是没话说。行，那我先走了，别太晚啊。好嘞，您路上小心。3号灶的阀门有点松，得拧紧了。爸当年就是这样，每天最后一个离开厨房，把所有东西检查一遍才放心。我现在才明白，这不是多余，这是责任。王叔，您怎么在这儿？路过，顺道看看你。对了，跟你说个事儿。什么事儿？咱们集团培训营最近人手不够，缺一个教学副厨。不过这活儿可不轻松，要从00开始干起，处理食材、保养设备、维护厨具，脏活累活都得干，1个月才8000。王叔，您的意思是让我去应聘？哎呦，我可没这么说啊，这是放在官网上的公开招聘，谁都能去应聘。我就是随口提一嘴，你别多想。我爸他知道这件事吗？我到哪儿知道去？不过啊，我好像听说这位置从培训营刚看报那天起就空着，从来没人干过。我也不清楚是没人去应聘呢，还是专门给谁留着的。好了好了，时间不早了，我得走了，你也早点回家。从第一天开始就空着。爸，您是不是一直在等我，一直在给我留着回家的路？爸，既然您给我机会，我也一定不会让您失望。这一步我等了太久，爸，您看着吧，我一定会证明给您看。叔，您好，我是来应聘教学副厨岗位的。行，进去吧，右转第1栋楼，第3层人事部。陆涛，29岁，最近的工作经历是某连锁餐厅总厨，月薪15000。是的。我很好奇，为什么要放弃总厨的位置来应聘我们这个岗位？要知道，我们这个岗位月薪只有8000，比你之前的收入低了将近1半。我明白，但是我来这里不是为了钱。哦，那是为了什么？我来是为了一个我亏欠了很多很多的人。说下去。我曾经做了很多错事，伤他伤得很深，那些错我这辈子都没办法弥补。但我想重新回来，回到他身边，用我的行动和态度让他看到，我真的有在改变，我真的有在好好生活。我必须提前告诉你，这个岗位非常辛苦，要从学徒开始考核，准备食材、切菜、打扫、维护场地、保养厨具，这些都是脏活累活。你确定可以接受吗？当然可以，这些我都能干。好，明早7点到培训基地后厨找李师傅报到，欢迎加入苏氏集团。谢谢，真的太感谢您了。来了就好。李师傅，我是陆涛，来参加教学副厨考核的。陆涛是吧？是。我不管你之前在哪里干活，不管你是什么身份，到了这里就得守这里的规矩，干不好照样滚蛋，听明白了吗？明白。学生们下午2点到，在那之前你要把所有设备和厨具全部检查一遍，有问题的立刻上报，干不完不准吃午饭。明白，我马上开始。这小子检查设备的手法跟年轻时候的师傅一模一样，但愿他能坚持住。停！陆老师，调料加早了3秒，
火候还差一点，食材没法吸收所有的味道和精华。是，等会儿重新做一锅。记住，厨艺就是差之毫厘，谬以千里，1秒都不能含糊。是，陆老师。这小子总算知道低头做事了。肩颈放松，绷着控制不好刀。谢谢陆老师。不愧是亲父子俩，两人脾气都跟倔驴一样，明明心里都念着彼此，还是一个比一个嘴硬，真有意思。老公，爸他会不会不理咱们？不会的。可是我以前那么对他。别怕。罢了，孩子都回来了，我还端着做什么？爸，我和瑶瑶来看看您，这是瑶瑶给您带的礼物。爸，您爱喝茶，我托人给您带的是大师手做的紫砂壶。杵在门口像什么话？进来吧。爸。师父终于让他们进门了。这么多年了，这一家人总算是团圆了。都回来了。走吧，咱们别打扰他们了。东坡肉、茭白空心菜，这些都是我们爱吃的。爸他都还记得。自打可能我们结婚起，他就天天给我们做菜，1日3餐从来没缺席过。愣着干什么？再不吃菜就凉了。给你们炖了只老母鸡，这1年你们辛苦了，好好补补身子。还是这个味道，还是爸做的味道。我都忘了有多久没吃过爸做的菜了。我错了，我真的错了。当初是我眼瞎，把您的好当成理所当然。我拿您的传家宝当砸螃蟹壳，我嫌您油烟味大，不让您上桌，我跟着他们一起把您赶出家门。爸，我不是人，我真的不是人啊！您为了我放弃了国宴总厨的位置，您为了我卖掉老宅给我凑首付，您一个人睡在过道里，冬天冷夏天热，我却从来没关心过您一句。大年30我亲手把您赶出家门，爸，我不配做您儿子。爸，您打我吧，骂我吧，只要您能原谅我们。起来，动不动就跪下，像什么话？看你们俩现在这样，才像是我陆大山的儿子儿媳。阿涛，从明天起，你正式担任苏氏集团新兴培养计划的第4位教学副厨，底薪只有1万。想加薪，那就做出我看得见的贡献来，能不能干？爸，我能。好，那就别让我失望。从今天起，你正式担任苏氏集团新兴培养计划的副厨，教学管理、保养厨具、检查设备、处理食材、维护场地，所有教学和后勤相关的事务全部由你来负责。谢谢爸。先别急着谢我，这个岗位什么脏活累活都要干，凌晨6点就得到岗准备食材，晚上8点还得检查设备，你每天都会很辛苦。但是既然在这个位置上，就绝对不能出错。我不怕苦，记住，你要是做不好，丢的不仅是你自己的脸，是我陆大山的脸。爸，我明白。你是教学副厨，不是什么总负责人的亲儿子。我这里不存在偏袒和后门，反而会对你要求更高。要是做不好，我照样把你换了，不会因为你身上流着我的血，就留半点情面。我再问你一遍，你能不能做到？一定做到。李想，进来。辛苦你再带他2个月，把所有工作流程都再走一遍，从基础做起，切菜、洗碗、擦灶台、保养设备、清点食材，每一项都要按照我们的标准来。是，师傅。
听见了？2个月的试用期能不能留下，全看你自己的表现。爸，真的谢谢你能再给我一次机会。赶紧滚去干活，别在这磨磨蹭蹭，耽误时间。臭小子，总算是懂事儿了。哟呵，师傅，亲儿子回来了，心里美着呢吧？再不滚，扣你工资！1号柜食材齐全，没有过期的。2号柜调味票需要补充花椒和大枣。这么早就来了？李叔，您交代的事情我不敢马虎，所有流程我都要检查一遍，确保没有问题。不错，有这个态度就好。继续干吧，上午10点之前把所有设备都检查一遍。阿涛，过来坐。李叔，我站着就行。让你做你就做，别那么拘束。2个月了，你的项目考核成绩我都记录在这里了。设备维护满分，食材管理满分，教学协助满分，统统满分。不仅如此，你还有3项超核完成了考核标准。阿涛，恭喜你，你通过了试用期考核。讲实话，你身上流着你爹的血，有做厨神的潜质。李叔，您过奖了，要不是您倾囊相师，我也没法进步这么快。你这人脚踏实地，干出来的事儿自然也让我们放心。这考核报表今天我就上交给负责人，我会一切如实填写，不会有半点夸大。谢谢李叔，既然给了我一个重新来过的机会，不论结果如何，我都会认真干下去。请进。陆涛的2个月试用期考核报告出来了。潜力极佳，能力极强，肯吃苦能干，建议提前通过试用期转正。李想，难得见到你给谁评价这么高啊？不会是看在我的面子上夸大其词吧？师傅，您这话可就冤枉我了。这报告里的每一个字都是我实打实记录下来的。李想，我问你个事儿，你觉得阿涛怎么样？不是问他的能力，我问的是他这个人。师傅，说实话，他刚来的时候我心里还有个疙瘩，可这2个月过来，老子真是服了他了。他不仅能够按标准完成指标，还能在这基础上更加细致的完善。这股子在每件事上都死犟钻研的劲儿，我只在师傅您身上看到过。师傅，这样的人还有什么信不过？行，我知道了，是该让他再进一步了。师傅，您的意思是明天召集所有人，我要宣布点事情。今天把大家召集起来，是要宣布一件重要的事情。教学副厨陆涛在为期2个月的试用中，考核全部达标，有3项超标完成。现在我宣布，陆涛正式转为苏氏集团编制内人员，担任新兴培养计划教学副厨。谢谢大家，谢谢负责人。恭喜了，陆副厨。都别高兴得太早，你那手艺都不知道是从哪里学来的野路子，乱七八糟，哪有我身上半点影子？刀工不稳，火候不准，调味也差了10万8千里。不过勉强还算有点天赋，是块能打磨的料。从明天开始，每天干完所有活后，你跟着我再练2个小时的基本功，刀工、火候、调味、摆盘，从头学起。几年后的厨艺纵师评选，要是连4强都进不去，别说是我儿子。爸，我一定不会让您失望。切菜讲究力度均匀，角度一致。你看，我的手腕是这样发力的，你来试试。停！你这手腕的角度不对，力道也不均匀，重来。
不知道你还记不记得，你还只到我膝盖高的时候，我就抱着你认图具变食材了。爸，我都记得。本届全国厨艺宗师评选冠军是陆涛。陆涛，陆涛，这么年轻的厨神！陆大师，恭喜您，您儿子真是青出于蓝。这小子总算没给我丢脸。陆大厨，您年仅34岁就夺得厨神称号，有什么想说的吗？我想说，这个奖杯一半是我爸的，没有他的教导和培养，就没有今天的我。一门双厨神，陆氏父子创造了厨艺界的历史。好孩子，你是爸的骄傲。让我们再次祝贺新一届厨神陆涛的诞生。您好，请问办理什么业务？我们要还清所有欠款。好的。好了，陆先生，您的欠款已全部结清，这是结清证明，请收好。结清了，我们真的做到了。老公，先生、女士，恭喜你们，祝以后生活越来越好，一路顺风。谢谢。爷爷，我的宝贝孙子啊，想爷爷了没有？想了，超级想。爸，我们来了。爸，这是给您买的新衣服。又乱花钱，进来吧。能让2位厨神一起做菜给我吃，老子这辈子是值了。好了，都齐了，大家开动吧。爸爸、爷爷都是厨神，做的菜超级好吃。我以后也要当厨神，做好吃的给大家吃。好志气，这才几岁啊，就知道要当厨神了。果然是陆家的种。你这小家伙就知道吃。好，爸爸支持你，以后爸爸和爷爷一起教你。来，为我们这一家人，为所有在座的兄弟，干杯！干杯！干杯！